刚才我们收看到的呢，就是《冬笋》，也是简一导演的一部剧情片，也获得了3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处女作的铜奖。那么在这里，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简导的就是，我知道您其实不是学电影的，那么现在呢，您的身份也非常的多重，也是本身是编剧，也是导演，也是制作人，同时也是策展人，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性的一些项目和活动。所以呢，我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就是因为我这个片花没有中文版的片花，因为做了一个中文版，所以可能后面这一部你们不大能够听得懂。是后面这一部是用我家乡话拍的，江西吉安话拍出来的一个作品。刚才你问到就是说拍电影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就是说我就以拿这个冬笋来做例子，我拍电影的话，很大程度上呢是在用电影的手段来实现我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东西。比如说冬笋这个片子是怎么来的呢？最早的开始呢，是我有一个姑父是在我们的省城是做一个官员的。所以我每次去他家里呢，他家里的客厅里面都摆着就是各种各样的土特特产，就是你在街上都不能买到的那种特产。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说这些特产肯定不是我姑父跑到农民家里摘过来的，肯定是乡下的某个官员，然后送到县里面，县里某个官员送到市里面，市里某个官员再送到省城里面，然后最后这个橘子就跑到了我的姑父的客厅里面。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个橘子是经过了怎么一个过程，一个农民怎么把它摘下来，然后又到了我姑父的这个客厅里面去的。所以这个故事呢，我就把这个橘子换成了一个避孕套，然后还有避孕套和一盒冬笋，他们这样一个旅行的过程，从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村子里面，到了一个城市的里面这样一个过程。然后里面呢，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我生活在这样一个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去相信。我每天吃的东西我不敢相信，我喝的东西不敢相信，我穿的东西不敢相信，我住的房子我不敢相信。所以呢，我一直想有个想法，想做一个就是一个机构，我叫做放心协会，我就放到这个电影里面去了。就这个电影里面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觉得就是说我吃都不敢相信，喝不敢相信，我孩子喝什么奶他也不敢相信，我们应该怎么活下去？所以他们开始自救。结果这个片子呢是关于一个人怎么去自救的这样，就是说没有人会来拯救你，你必须来救自己。那么超级女声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时是一个什么背景下想到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呢？当时我挺喜欢看超级女声的，对，05年看了。我以前我不大看得上，就别人看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那种小女孩看的。然后到05年我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还挺好玩。所以06年我就做了这个。那么做完之后，您好像是只是在一直追随的一个参加超级女声的一个小姑娘，还是一个群体项？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里面，不是很清楚。对，我去了沈阳赛区和广州赛区。当时情况非常的，因为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独立的拿着摄像机在外面拍摄这样一个人，其他都是电视台的人。然后我摄像机也比较大，所以他们经常误以为我是电视台的。所以有时候会被踢出来，有时候呢能够在其中。我主要是拍了有5个人，然后以其中一个王云南为主。他这个人特别好玩，就是说他进入初赛之后，他就发现那个赛场的笔不够，然后他就买了几千支笔，然后在赛场外面卖，然后我是这么认识的。还挺聪明的嘛，很有这个商业。然后我们俩在一定程度上在互相的利用。他觉得，我觉得这代的年轻人他们对媒体是特别敏感的。就是他知道我这个摄像机的存在，对于他卖笔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非常接受，非常接受我的存在。所以简导，其实您在纪录片方面还是在剧情片方面的都非常有成就，就是每一部片子都能够引起一定的轰动。因为我知道这一部纪录片也是参加了很多的影展。那么对很多人或者说从导演的角度来讲哈，剧情片和纪录片实际上差距是挺大的。不管是从技术层面来讲，还是表现形式，还是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构思，都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您怎么能够同时在这个2个领域里面都很成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其
成功真的是谈不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有很多很优秀、非常聪明的人在做。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属于最聪明的那些人里面的。我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喜欢，我在想什么我就做什么。至于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还是口述历史，还是摄影，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我手上有什么，然后我在脑子在想，我就做什么。所以说，比如说这个，你说这个放心协会，我觉得我在这个社会里，我现在目前我还拯救不了我自己，我就把它放到这个片子里面去。我希望这些人能够得到拯救。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种我最关心的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只是一个表现形式，你用了纪录片或者是用了对，因为比如放心协会，这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你存在的话，你可能就会被315。那我知道您除了在这个创作方面非常的致力于这个行业以外呢，还做了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说05年开始，您和非常著名的也是纪录片导演吴文光老师一起做了一个叫做村民影像计划这样的一个项目，可不可以和我们多介绍一些这个项目到底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它的初衷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个村民影像项目是2005年的时候做的。当时呢，我是2004年认识的吴文光。我从03年到06年，我一直在为一个欧盟的一个项目，欧洲联盟在中国有个项目是专门做中国的这个村民选举这一块，我替他们做了3年。我是负责这个整个跟媒体有关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也拍了很多照片。我可以说，可能我拍过的选举，村民选举，可能很少有别的这个导演或者摄影师能够赶上我，因为我有3年的时间，有就是用不完的钱，有很多的政府关系可以去拍摄这个东西。但是拍了2年之后，我觉得就是第1年的时候是我自己去拍，我自己拍了很多东西。但是咱们在中国生活的人也都知道，我去一个省里面的话，首先是跟民政部先说，然后民政部会打电话给民政厅，然后民政厅会派个人陪同着我，然后到市里面去，然后市里民政局会派个人陪着我，然后到县里民政局又会派个人陪着我。那最终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跟农民一块吃饭，我拍摄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20个官员陪着我一起在那吃饭，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第2年的时候，我就搞了一个全国的一个摄影比赛。就当时就特别想，我觉得我自己所能看到的东西太有限了，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旁边都是20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搞了个全国的摄影比赛，我就想看看别人看到什么，但是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都是一些特别就是专业的人士拿着长枪大炮的跑到农村去乱拍一种，然后碰到了文光呢，他正好他处在他的那样一个阶段，创作阶段里面，人生阶段里面。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机器交给这个东西去做？当时的时候，我也觉得只是一个手法的改变，好像似乎很有噱头似的，让农民来拍这个东西。但慢慢的在做的过程当中，包括文光他本人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认识过程当中。这个片子呢，这个活动呢，我们当时是有很多，因为文光他名气还是比较大，有很多免费的广告，南方周末什么的。会有这样报道，所以我们收到了一些这样的报名，我们就在全国招10个农民，然后每个人送1台摄像机给他，然后他来北京，在文光的工作室培训10天，完了之后他们回去1个月，然后拍摄完了回来再带10天2个礼拜，然后再教他们怎么编辑，然后每个人出一个10分钟的短片，就是总共10个人。所以我